人人都羡慕我一个乡下真千金，被亲生父母认回，还嫁给了首富，却不知这场婚姻不过是为了给他们20年的宝贝女儿替死鬼。检测到宿主强烈不甘，万界交易系统激活中，连接成功，万界交易群已绑定，欢迎宿主沈巍。是啊，上次的项目还上都可以吗？是。沈巍，你疯了！和你结婚的可是未来首富的继承人，能替妍妍嫁过去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要不是因为你妹妹身体不好，这种好事能轮得到你？姐姐，爸妈可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可要懂得感恩啊！感恩？你们把我从乡下认回来，就是让我替你们的宝贝女儿去跳火坑，嫁给有虐妻癖的裴贤，让我对你们感恩戴德。原来如此，这家人这么猥琐，姑娘就是为了交易呀！哎呀，良心可畏。因为我今天是来退婚的。我裴家的婚，你说退就退，收了1个亿的彩礼，要退婚，把钱给我吐出来。不过，我听说你们沈家早就拿钱填了公司的窟窿。谁拿的钱，谁来还。那婚书可是你自己签的，都是成年人了，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姐姐，还不上钱可就是骗婚，要坐牢的。好，我还。不过我要是还得上，就让沈岩履行婚约，并且我和你们沈家恩断义绝。1个亿不是100块，你个郊区开小卖部的，一辈子都见不到这么多钱吧？果然是乡下来的，什么都不懂，还是我们妍妍好，见多识广。我给你3天时间，拿不出来，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拭目以待。为何绚烂叫人扑空？为何爱我正与我老？这一世，我不再是任人宰割的沈巍。为何求人这也像困兽？裴贤，沈家，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任你们伤害。万界交易群启动。万界交易群启动。这沈家倒也不全是草包，有点意思。万界交易群欢迎您，位面宿主沈巍，连接万界，互通有无，你的命运于此改写。规则1：异时空生存者可进行物资等价交易，拍照上传即可完成。规则2：交易空间无限，活物亦可保存。能在现代世界快速变现、价值连城的东西，在线等急。本人在现代世界重生，拥有一整间小卖部物资，可大量交换。我这有古董黄金，价值连城，但你先保住我小命！救命啊！你先别急，你说清楚。我是穿着冷宫气飞，要攻略暴君的苏玉。我今天好不容易溜出冷宫，却撞见一个小孩被刺，他们连我一起砍，我马上要嘎了！古代的刺客，冷兵器。
什么能击退他们呢？有了，就是他。确定是否交易？是否接受位面宿主沈巍的预设交易？物品、电动车、电棒，请于24小时内支付等价回报。我接受。逾期未支付将被永久踢出交易权。这是什么邪术？杀！先跑了，追！这就叫自在出行，风驰电掣。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古代人，还想杀我？死我！竟比父皇的千里马还快！坐下来，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大夏速度。别跑！他是私逃出的冷宫，就算躲过了刺客，该不会被暴君抓回去？哇塞，太爽了！这防狼棒也太管用了吧！我刚才救的那个小孩竟然是九皇子，宝娟说我救九皇子有功，要封我当贵人，还给我赏赐了一堆金银珠宝，我都跟你传过去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哎呀，不多不多，你的东西在古代可是稀缺神器，等价交换就值这么多。这些东西太扎眼，不能一次性出手。兽首，这在现代可价值连城。可惜略有残缺，先拿它试试水吧。正好给沈家埋个坑。你好，小姐，抱歉，我们只收高档文物，不收废品。这色泽，这幼稚，我从业几十年，头回有人用编织袋装此重物。开个价。抱歉，我做不了主，请小姐移步，和我们老板谈。是他，沈小姐，我们老板已经鉴定过，愿意出8000万。看来贵店老板的眼光和他的诚意一样，都略显欠缺。也许隔壁珍宝阁更适合我。沈小姐，您这些东西来路不明，在云城，如果我们家不要的东西，没有第二家敢要。在黑市，最不缺的就是胆大的人。3天后有场拍卖会，你不妨去试试。不过拍卖会的行情瞬息万变，运气好可能会超过预期，运气不好，流拍也是家常便饭。我从不信什么运气，我只信我自己。谢了。裴总，那兽首拿到拍卖会，肯定是能拍出更高的价格。您故意是让他去拍高价的？一点小钱而已，就当是买个有趣。裴总能坐拥如今商业帝国，手腕向来冷酷无情，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？乡巴老也想翻身，把他送去裴少房间，再喂点好东西，就当是我给裴家首富继承人的见面礼。是，那他手里的东西呢？拿去古董行也没卖出去，想来也是垃圾货色。随便找个垃圾桶扔远点，别沾上穷酸钱。这是裴行的房间。
群连通。我被人绑了，还被下了药，快救救我！我是修仙世界药王谷少谷主云清，我这里有隐身药水，或许能帮到你。不过我是废灵根，我的灵力低微，这个隐身药水只能维持30秒。30秒够用了。你需要什么特别装备？科学仪器和化学原料。二少爷，您回来了。我忘了说了，这个药只能隐身身体，不能隐身衣服。什么？沈巍，抓到你了，变态！不好，微微，还剩10秒，你跑不掉的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淡定，谁还没个丢人的时候？裴恒，曾经精彩绝艳的天之骄子，却在3年前因车祸成了残废，痛失继承权。但没人知道，他就是掌握了全球经济命脉的神秘大佬。裴大少，幸会，我叫沈巍。沈小姐自我介绍的方式，还真是别出心裁。刚刚是个误会。好晕，是药起作用了吗？刚才是误会，那现在呢？不好，药效还没减。沈小姐深更半夜一丝不挂来我房间，现在又投怀送抱，很难相信这是误会。说，到我这儿来干什么？人还没跑远，封宅搜，每个房间都别给我放过。是。原来是躲我二弟来的，怎么，一个一还不起，慌不择路了？一个靠哥哥受伤捡漏才拿到继承权的废物，他才不配。一个乡下千金，野心倒是不小。裴大少不也一样吗？不然怎么会不放弃研究医学科技治疗自己的腿，还瞒着裴家创办了全球知名的未来科技，和自己家的公司打擂台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上一世临死前，我听到了你和你助理的对话。不说是吧？
我现在就把你交出去。这个手感摸起来还不错。沈巍，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闭嘴！帮我就让你那里站起来。沈巍，我是说你的腿，我能让你重新站起来。全球顶尖的医疗团队都做不到的事，我凭什么相信你能做到？试了那么多次，再多试一次又何妨？如果我做不到，我任凭你处置。如果我能让你重新站起来，你除了今天要保下我，还要答应给我一个合作的机会。治不好，你同样也要付出代价。大哥，你有没有看到沈家那个女人？滚！走。我又救了你一次，沈小姐什么时候兑现你的承诺？我们之前见过。大少放心，我言出必行。你还是先解决自己的麻烦吧。抱歉。什么？你说昨晚沈巍居然逃了？一群废物！怎么可能？昨晚沈巍怎么可能逃得掉？真是走了狗屎运！可惜3天时间一到，还不上彩礼，照样逃不掉。等明天我们在拍卖会上拍下给裴老太太的寿礼，搭上裴老太太的关系，你的好日子就彻底到头了。谢谢你，苏月，你给的解经散太有用了。别客气，别的可以去，但是对付各种下三滥药物的解药必须管够，不然那暴君早就被啃得骨头都不剩了。古代后宫这么凶险？唉，何止是凶险啊，一不留神小命都没了。唉，我这个现代反内卷第一人，居然穿到了最卷的古代，3年内攻略暴君，登上皇后，不然就会死啊！这就是我躺平的报应吗？彼此，我一个生物医学博士，穿成了天生废灵跟药王谷少谷主，还要逆袭修炼，肩负起重振宗门的重任，否则会被大师兄逐出门派，自生自灭。看来大家都不容易。云清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生死攸关。这么严重？你说，帮我治好江城首富裴家大公子裴恒的腿。他的腿和你的命有什么关系？上一世他的弟弟裴行将我虐待致死，唯一能治得住裴行的只有裴恒。只有治好他的腿，让他成为我的后盾，我才能彻底摆脱噩梦啊！我明白了，交给我，我就算是用尽毕生所学，也会为你开辟出一条生路。谢谢你，云清。你那边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跟我说。我的小卖部就是大家最稳定的后勤中心，大家需要什么，我尽我的全力助大家一臂之力。好了，姐妹们，就算都是地狱模式，但我相信友们彼此帮助，也一定能全部通关。这一局我们要拼尽全力，为自己，也为彼此。
我的小卖部就是大家最稳定的后勤中心，需要什么尽管开口，我会尽全力助大家一臂之力。泡面，炼丹到深夜全靠他续命。我要精神食粮，漫画、小说越多越好，最好再来个专门《甄嬛传》的平板，学学职场生存之道。没问题，清单发我，统一采购。微微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啊？没有的话，我就都给你换成金条啊。我还真有一件。苏月，你还记得之前上次给我的那个蛇身兽首铜像吗？当然记得了，可惜是个残次品。裴家的老夫人一直在收集12生肖兽首，我想打通她那边的关系，你能帮我留意吗？过几日是皇上寿宴，嫔妃皆会献艺，若能拔得头筹，可求赏赐，我试试看。太好了。这是空间戒指，我炼制的第一件法器。什么？空间戒指？触碰物品，意念控制即可收放。哇塞，这就是个可移动的万能仓库啊！这下我们真的无所不能了。敬我们无所不能的未来。欢迎大家！今天第一件拍品是国宝级的鼠首铜像。哎，这个不错啊！不错呀，虽然略有残缺，但却是这世间唯一流通的孤品。这是裴老太太心心念念的兽首。这消息可是我们妍妍从裴二少那里探听到的独家内幕。如果能拍下这个兽首，博得裴老太太的欢心，裴家的100亿订单就是我们沈家的了。妍妍就是我们家的福星，无论多少钱，这兽首我们必须拿下。对。鱼上钩了。这件鼠首铜像的起拍价为5000万，5500万，5500万。是啊，这底下就5000万，6000万，6000万，有人跟吗？6000万，6500万，6500万，还有人加价吗？沈总加价这么小家子气啊？1个亿。一个亿，6500万嘛，太大了，真是财大气粗，直接1个亿了。他是谁呀？1亿1000万，真的是出得起钱了，这也太大手笔了。这俩人杠上了。1亿5000万。姐姐，你连1个亿的欠款都还不起，你哪有那么多钱？恶意抬价可是要负法律责任。拍卖提前验资是基本常识吧？沈薇，你该不会是因为大少在，你恶意抬高价格吧？拍卖场价高者得，玩不起可以不跟。1亿5000万，第一次。这兽首是残次品，市值最多也就1亿，你是债多了不成吗？他们想拿这件兽首讨好你们家老太太，不管我出多少钱，他们都会跟，玩玩而已。1亿6000万，1亿9500万，1亿9500万。沈薇是故意跟我们过不去，都交到2个亿了，如果再跟的话，咱们就要卖老宅了。可是现在放弃了，那100亿订单不就没了吗？妍妍说的对，2个亿，2个亿，沈总竟然出到了2个亿，2亿第一次。是得了，2亿第2次，2亿第3次，成交。没问题啊，拍下来了。恭喜沈总，以2个亿买下这件价值1亿的宝贝。小钱而已。沈总，这尊铜像的主人有个特别的要求，想与你上台当面交割。真的吗？我正好想认识一下这位收藏家，能够拥有这尊铜首，
一定是位实力雄厚的大人物啊！这2个亿啊，我们花的太值了。对对对，这种大人物不是谁都能够见得到的。哎，走走走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这位鼠首铜像的主人上台，当面完成交易。沈巍，这兽首又不是你拍下来的，你上来干什么？妈，也许姐姐是听说这位收藏家实力雄厚，想结识一下。他想得美，这种大人物也是你配件的，你早已经不是沈家的人，别来沾沈家的光，还不赶紧滚下去！我下去，那你们可就见不到心心念念的收藏家了。哼，各位，沈巍小姐就是这件鼠首铜像的主人。怎么可能？会不会是别人委托给姐姐？我们已经多方核实，沈巍小姐就是这件鼠首铜像的唯一所有人。难道是姐姐乡下的养父母给她的传家宝？我说呢，她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好东西？沈巍，是你的东西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既然是你的东西，就应该直接给我们。凭什么？就凭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，你的东西当然就应该是我们的，天经地义。亲生父母，生而不养，断指可报。更何况你们连生恩都不算，只有算计和贪婪。我的东西凭什么给你们？别跟他废话。你们干什么？别动！你们干什么？在拍卖会场抢东西。沈总下半辈子是想在监狱里学规矩吗？哼，还不动手？别！我父。各位帮我做个见证，1亿的彩礼钱我已经退回去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与裴行与沈家恩断义绝。妹妹，我等着喝你和裴行的喜酒。当然了，这还是要感谢我的亲生父母，花了2个亿买走了这件市值1个亿的古董，把那1个亿的彩礼钱给我吐出来，多的这1个亿就当你们投资我未来搞垮沈家的启动基金了。怪不得拿个残次品来竞拍，小财迷。沈巍，你这个不孝女！在我的地方动手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把他们给我轰出去！是。带走。放开我！松手！松手！谢谢。我只是讨厌他们破坏规矩罢了。你们沈家厉害呀！我裴家的婚说退就退，沈巍不嫁，那就你嫁过来吧。裴少，都是沈巍的错，这跟爷爷没有关系啊。裴少，我是想嫁给您的，可是当时姐姐又要把婚约抢过去，她现在要退婚，您真的咽得下这口气吗？她当着全城的面退婚，
打的可是您未来掌权人的脸啊！听说过几天裴家现任掌权人裴老太太七十大寿，到时会正式宣布下任裴家掌权人。裴大少他双腿残疾，已经失去掌权资格。到时您成为裴家下任掌权人，让他沈巍跪在你面前痛悔道歉，还不是动动手指的事？对，对啊，这样才能更显示出您裴家掌权人的威严呢。是。刚才谢谢你啊。沈小姐大获全胜，那我的售后维修是不是也该提上日程了？大少放心，你的腿和我们的合作我都没忘。云清，你有把握吗？虽然是第一次尝试科学炼丹，但我有80%胜算。就算治不好他，也绝对不会对他身体有害的。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沈小姐，这药的颜色是毒药。神药嘛，自然是与众不同的。你确定这药吃不死人？沈小姐，你要知道，你要是治不好大少，或者治坏了他，你的下场会比嫁给二少更惨。大少不信的话，那我吃给你看。这药有问题。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生猛的女人见过，敢强吻大少的她是第一个。如果爱暂存些温度，这场梦会自动退出。醒来后挽留你脚步。糟了，心跳这么快，是药效还是他的问题？不对，是他的心跳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的腿好热。那就是药起效了，你马上就能。我这本来也没问题，你耍我？我没有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完了，我看到大少出丑了。大少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滚！找死是吧？我成全你。来。这药见效这么快啊！云清，裴恒没站起来，怎么办？第一次科学炼丹，有副作用是正常的。我用你的迷药把他迷晕了，现在有什么办法？赶紧拿出来再试试。有，《药王谷医书》上有一种针灸术，我传给你，用10香泡面换。确认交易。这穴位这么刁钻吗？找到了。你又要干什么？我忘了说，那迷药的作用只有30秒，你要加快速度。
已经完了。再试一次，要是不成功的话，要杀要剐随便你。你觉得我还能信你吗？哎，别废话了，快站起来看看。裴红，你站起来了！太好了，我成功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再走走看。我的腿！完了，我会吃坏了吧？什么声音？你看看！要是被他们看到裴恒现在这副样子，肯定不会放过。快，还是先回去找云清，想解决办法。云清，他能感觉到疼，说明神经在恢复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？我复盘过，修复丹只修复了周围神经，最关键的中枢神经损伤还没修复。能改良吗？可以，但缺少一种核心物质——赛弗洛托芬，一种引导型神经生长蛋白。目前地球上没有。地球上都没有，那能去哪找啊？救命！我是穿越到末世的路人，被丧尸群包围了，救我！我什么都可以交换。丧尸？丧尸？那可是电影里刀砍不死，枪射不穿的。到底什么才能搞定他？我知道了。是否接受位面宿主沈巍的预设交易？物品、汽油、打火机。我接受。光脑？哇，这可是领先地球100年的科技啊！有了它，我们大夏的科技发展就再也不用受制于人了。谢了，我手头值钱的只有光脑，如果你不喜欢，下次我可以换成黄金。哎，别，这光脑可比黄金有价值多了。你是怎么穿过去的？我是被渣男和狗屁闺蜜联手炸死在实验室，醒来就在这个鬼地方。我的任务是建立最强人类生活基地，需要大量物资，就靠你了。放心。我很好奇，未来为什么会爆发丧尸病毒呢？是因为一种名为赛弗洛托芬的神经生长蛋白突变。那不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最后一种物质吗？云清，你该不会是想用丧尸病毒炼丹救裴恒吧？没错。那可是丧尸病毒啊！万一裴恒变成了丧尸，那我拿的不就是陆然同款剧本了吗？你放心，我在炼丹前一定会把病毒灭活，只提取里面的神经生长蛋白。云清，我不是信不过你，我是一点都信不过你了。
沈小姐，我没去找你，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看看你把我们大少害成什么样了！你别担心，他这是神经快速修复导致的体力过度消耗，才会嗜睡，是正常的。我也别狡辩了，3日之期已到，你没有治好大少，那我就只好对你不客气了。动手！你们敢动我的话，就真的没有人救你们家大少了。没有你，我家大少还能少受点罪。把他带到大少的床前，让他好好忏悔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沈小姐，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晚了。这次真的是最后的机会了。大少，裴恒，你醒了。明天就是裴老太太的寿宴，我们送上的寿手，哄得裴老太太高兴，百亿订单就是我们的。是啊，等裴行成为了掌权人，沈巍就有你好看。微微，我马上就要去参加皇上寿宴了，能不能帮你拿到你想要的东西，就看今晚了。那等你的好消息了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跟我说。放心吧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今晚我必定艳压群芳。娘娘，您准备的惊鸿舞定能在皇上的寿宴上艳压四座，拔得头筹。那是当然，《甄嬛传》我可不是白看的。妹妹笑得这么自信，希望一会儿你还能笑得出来。娘娘，齐贵妃自幼武艺超群，先前听闻她受伤了，再无法跳舞。眼下看来是故意放出谣言，让我们轻敌，又临时选了跟您一样的惊鸿舞，让您难堪。皇上那么满意，估计今晚的赢家非她莫属了。怪不得能当贵妃呢，心眼子就是多。我继续跳惊鸿舞，只怕会被拿来对比。好，妹妹，到你了。玉贵人，你不是也要献舞吗？听闻玉贵人今晚要献上的也是惊鸿舞吧？怎么，是怕东施效颦的吗？皇上，臣妾今日不仅想要献舞，还想给您看些不一样的。哦，好啊。哗众取宠，我看你有什么本事能赢过我？哼！就这普普通通的惊鸿舞，都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吗？
好，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应神，玉贵人这支舞深得朕的心意，不知道玉贵人想要什么赏赐呢？微微，还好有你给我的魔术道具临时救场，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凑齐了。苏玉，你真是我的神！哼，沈家，你们想在寿礼上做文章，我就送你们一份永世难忘的大礼。未来科技发展太快，处处在压制我的知行科技。你们作为全球顶级财团，能查出幕后的老板是谁吗？竟然是他！没错，你的好大哥。未来科技如果发展起来，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。就凭他一个残废，但不妨碍他是一个强大的对手。那就让他消失。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唐小姐，当初你父母带你从樱花国来到大夏，双双发生意外，后来你被米国人收养。这次回来到底有什么目的？裴老太太一定会喜欢的。哟，沈总，您今年这个寿礼送的还真是高明啊！要不是您送这寿礼，我们都不知道裴老太太一直对兽首情有独钟。您真是有先见之明啊！哎呀，沈巍，你刚跟裴家退了婚，有什么资格来裴老太太的寿宴？爸，姐姐可能是听说我们马上就要拿下裴家的100亿订单，特意来恭喜我们的吧？就这么笃定100亿订单就是你们的？那我祝你们成功。什么意思？裴老夫人到。裴老夫人，这是我们沈家特意为您准备的寿礼，望您笑纳。哇，这是赎身兽首，曝光、内敛、神韵、天成呐，一看就是顶级匠人为皇家亲力打造的呀。听说这裴老太太是个古董鉴定专家，看来是真的。我这一生收藏了无数的珍宝，唯一遗憾呐，就是没能找到一件兽首铜像啊。你们用心了。看来裴家的100亿订单非沈家莫属。是。姐姐，这次我们能拿下裴家100亿订单，多亏了你呀。我劝你别高兴得太早。那我劝你别逞强。裴老太太既然是个懂行的，应该很快就能发现问题了吧？哎，不对啊，这是残次品啊！裴老太太，这个东西虽然有点瑕疵，但也是目前市面上唯一能买到的兽首的真品了。至于其他的嘛，就只有在国外博物馆才能看到了。对呀，老夫人，这件兽首不仅是我们沈家的心意，更代表着对合作的诚意呀。好，好，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，在自己的国土上能见到他。好啊，姐姐，你的礼呢？啊，你今天
不会是空手来的吧？谁说我是空手来的？这个残缺兽首的确有它的价值和意义，但是100年前外国人掠夺了我们那么多兽首，只有一个残次品存在于大夏，怎么够？哼，开什么玩笑啊！12生肖兽首早就流失在海外多年了，就连海外博物馆现在也没有那么齐。我们现在只收藏了这1尊，我们都是万幸了，你还想聚齐？就凭你啊，做梦的吧！好，那我就让你们亲眼看看。这么多！他们居然集齐了12兽首！这一整套的12生肖兽首，这一定是假的。他的养父母那么穷，留下一个残次品还有可能，绝对不可能留下整整12个。就是，裴老夫人啊，这件事情跟我们沈家没有关系啊。没有关系就好。这12件兽首珍品我就收下了。居然是真的！你叫沈巍是吧？未来科技子公司的100亿订单，你感兴趣吗？感兴趣。老夫人，这订单交给我们沈家，您就放心吧。方才你们不是亲口说这12生肖兽首和你们沈家没关系吗？所以啊，这个订单我是给微微的，不是给你们沈家的。沈总啊，这个残次品啊，你带回去好好的珍藏吧。微微啊，裴奶奶有件事情想征求你的意见，我想把12兽首上交国家。你怎么想到的？没落的沈家竟然出了你这么个妙人呐！你完成了我们几代人几10年的夙愿呢。这么好的姑娘，要是阿恒的腿没有受伤，给我当孙媳妇儿该多好啊！奶奶先过去了啊。竟然能讨我家老太太的欢心，以前我怎么不知道你这么有趣啊？阿少，我有没有趣跟你没关系吧？一会儿你就知道到底和我有没有关系了。各位，今天请大家来呀，还有一件事，就是要宣布我们裴家下一任的掌权人。裴家祖训不得由不健全之人接管家业。这裴家一共有2个少爷，大少爷裴恒双腿残疾，没有竞争力，那继承家业的只能是2少裴行了。肯定啊，要不然大少今天为什么不来呢？裴行要真的成为首富家族掌权人，绝对不会放过我。我会和上一世一样，被他强娶，无法逃离，最后被虐待致死。裴恒呢？放开我！沈巍，别挣扎了，你迟早都是我的。我宣布，裴家的下一任掌权人就是这谁？快看，这不是裴家大少爷吗？他怎么能站起来了？哇，裴恒，你看，裴家的少爷站起来了。啊，这怎么治好了呀？那这掌权人的位置可就不好说了。阿恒，我的大孙子！奶奶，我回来了。你站起来了。我的大孙子呀！我没事了。太好了，
你终于站起来了。各位，大家都知道，3年前我的大孙子裴恒因为一场车祸伤了腿，失去了继承权。今天他重新站起来了，所以我决定。奶奶，裴恒的瘫痪了3年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他在3个月内让我们裴氏核心销售利润增长了30%。凭什么？凭他带领我们裴家冲破了外国人的技术封锁。你能做到吗？哎呦，是啊，就他怎么来啊？我宣布，我们裴家下一代的掌权人就是我的大孙子裴恒。好，哎，真是青年才俊啊！这才是他本该在的位置。实至名归啊！奶奶，裴恒，你给我等着！要是裴家掌权人之位真落入裴恒手里，沈巍一定会借裴恒的事，到时候沈家的家产岂不是就落空了？绝对不行！该死的裴恒，非要这时候站起来坏我好事！现在可以考虑我的条件了。你们财团需要我做什么？未来科技动了我们的蛋糕，我们打算通过技术封锁，同时利用你的公司控制国内市场，将它彻底踢出局。你们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为我们所用。当然，作为回报，我会帮你夺回裴家掌权人的位置。系统有什么需求？大少，米国今早封锁了我们的软件权限，现在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无法使用他们的系统。真没想到，他们竟然用如此卑劣的手段对我们进行软件封锁。我们的核心技术一直依赖他们，陷入被动局面也是早晚的事。我可以帮你破局。你觉得呢？你的想法很有意思。这臭小子，万年铁树开花了，我就说他们2个绝配吧，这站一起跟金童玉女似的。科技你也懂。大少现在还是信不过我。我只是好奇，你治好了我的腿，又为我奶奶找到了12生肖兽首，现在连科技卡壳的事你也能解决，你还有什么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我能让你的未来科技成为世界第1大科技公司，够不够惊喜？世界第1，会不会太狂了？我手上有领先世界几10年真正的未来科技，够不够狂？但我还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你要给我51%的股份，我要成为未来科技第1大股东。我很感谢你治好了我的腿，但在商言商，你想要成为第1大股东，就必须拿出绝对的实力。那就请大少拭目以待吧。微微，微微啊，其实你想做未来科技的第1大股东啊，有个最简单的办法呀。什么办法？和我孙子结婚呐。沈裴2家的婚约本就是沈家千金和裴家掌权人的联姻嘛。如果你嫁给了我大孙子，婚后啊，他名下所有产业的大股东都是你的呀。奶奶，别乱说。我怎么胡说啦？你说你们俩郎才女貌，智商又高，生出来的娃娃肯定更优秀啊！奶奶，奶奶，裴奶奶，我现在已经不是沈家的人了，沈家的婚约就跟我没有关系了。我还有点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
你别走啊！怎么了？因为你送我的那个12兽首啊，我上交国家之前，我还要好好的鉴定鉴定的。这事儿啊，你得跟着我，知道吧？你来裴家要住几天的，等这个事情啊忙完了以后呀，你再回去。走，跟奶奶回家。臭小子，追女孩都不会，关键时候还得我出马。微微啊，你最好多待几天啊。阿恒啊，奶奶，我让微微这几天呐，住在你的对面，你给我好好的照顾好她，听到了没呀？他住我对面。老夫人，不用麻烦大少了。啊，不麻烦。我的意思是，来者是客嘛，是吧，奶奶？那就谢谢大少了。老夫人，我们去看兽首吧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晚上啊，我约了朋友吃晚饭，那就让阿恒陪你吧。后院的花也开了，阿恒啊，你陪微微啊去把花给我剪剪啊。对了，佣人我都带走了，这家里啊就剩下你们2个人了。你把微微啊给我照顾好啊。微微啊，我去了啊。臭小子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。以前怎么没发现？他长得还挺帅。简直不是这样的。要选在崖顶上方斜起，这样方便伤口愈合，新枝也会从这里长出来。看够了。我在看花，看花呢。是吗？没想到大少的隐藏属性竟然是个恋爱脑。这沈小姐是会下蛊吗？怎么就把我那个不爱笑的老板吊上翘嘴了？我换个地方剪。怎么了？我的腿还没完全好。这次的药绝对没问题。你的意思是，不想对我负责了？怎么负责？售后维修啊，期限是一辈子。
兄要夺权，能不能帮帮我？我被赶出基地，现在被丧尸包围了，救我！别怕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刚才是在给谁打电话？对我非常重要的人，情况紧急，我得先去准备些东西。10分钟内，东西都会送到这儿。谢了。他要这些东西做什么？昨晚喝的太多了，这古代的酒劲儿太大。不是吧？来这套？我卡盐的好吧？我大胆玉贵人，竟敢和侍卫苟合！哎呀，陛下，臣妾是冤枉的，这是再造陷害。证据确凿，玉贵人，难道你想说有人诬陷你，给你下了药？不然呢？昨天是你非要拉着我喝酒，下药捉奸，这种老套路，除了你还能有谁？来人，玉贵人秽乱宫廷，罪不可恕，即刻处死！哎，等一下，陛下，妾身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放肆！你是要杀人灭口吗？你给他吃了什么？陛下，此乃西域进贡的真阳圣丹，正常男子服下，半炷香内必面红耳赤，浑身燥热。若毫无反应，则说明此人身体有异，阳气枯竭，根本无法行男女之事。陛下，是壮阳药。陛下，请看，此人的症状分明是中了强力软筋散，即使服用了壮阳之药，也根本无法人道。试问，无法人道者，如何行苟且之事呢？陛下，请看，这个乃是齐贵妃的贴身宫女秋月的贴身之物。前几日，臣妾意外撞见秋月和这个侍卫私会，秋月一定是怕东窗事发，所以给这个侍卫下了软筋散，设计陷害臣妾呢。皇上饶命！陛下，2块帕子、布料、绣样，乃至这针脚，皆一模一样。齐贵妃，让你协力6宫，就是这么协力的？来人，将这个贱婢和废物拖下去杖毙！陛下，陛下！妾可是看过800集宫斗剧的人，还想跟我斗？哼！谷主宾天，请少主接任谷主之位。慢着！
你如何配做这个谷主之位？哼，没错，一个天生废灵根，凭什么成为我药王谷的谷主？我不服！就凭我可以靠我自己炼制的丹药，将废灵根更改为武灵根。灵根乃天定，自古不可逆，更不可能有什么可以更改灵根的药。我若能做到呢？如果你真的能做到，我就认你为新任谷主；若你做不到，就滚出药王谷，将长老之位让给大师兄。一言为定。温度1327，融合度78%，就差最后的催化剂。靠你了，微微。装模作样，一点灵力都没有的废物，怎么可能炼出仙丹？什么？竟然真的炼成了仙丹？怎么可能？就算是真的炼成了丹药，也是废灵根。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能改变废灵根的丹药。武灵根，真的是武灵根？这不可能！该兑现你们的承诺了吧？拜见谷主。主人，别多管闲事，这些老弱病残就是累赘，当奴隶干活换口粮是天经地义。可是我们昨天只分到了半块饼干。把可口的食物交出来！你算老几了？真以为之前给我们找点物资就能当救世主了？基地现在我说了算。你敢动手？好，那你就和他们一起滚出我的基地。走可以，把我带回来的物资还给我。什么你的？那是我的。来人！干什么？丧尸马上就要来了，看你们这群废物还能活几日！走！快走！快走！不然你把我们放在这儿就回去吧，至少那里还有物资。你带着我们这些累赘的话，会饿死的呀。放心，我早都准备好了。好啊，太好了！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新基地，曙光1号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谢天谢地。陆然，我刚刚拿到裴家科技子公司的100亿订单，接下来我就指着你的高科技大展宏图了。客气，我建立了自己的基地，后续还要跟你交换大量的物资，末世的高科技绝对管够。还有我，我已经接任了药王谷谷主之位。我接下来要把我的科学炼丹法发扬光大，让这里所有被瞧不起的废灵根都可以修仙。既然你们都卷起来，那我以后也不躺平啦。制霸后宫的计划要提上日程了。我现在觉得自己强的可怕。我们互相帮助，早日完成任务。我的世界可以没有男人，但是不能没有姐妹。他又在和谁打电话？竟然能让他笑得这么开心！
难道有喜欢的人了？裴恒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看你在房间里有说有笑的，以为你在招待客人。啊，我在和朋友打电话呢。什么朋友让你笑得那么开心？好朋友。大少，还有事儿吗？啊，不，大少，我已经找人调查过了，沈薇小姐的履历干净的像一张白纸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资金、特殊人脉或者技术来源。普通人可不会有一整套的12生肖兽首铜像，更不可能让他们凭空消失。好朋友。他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密切联络？那他有没有什么关系特别的人？老板，您是指恋人？您不会喜欢沈薇小姐吧？既然要合作，当然要了解她的全面情况，包括她的私人关系是否稳定，是否会影响后续合作的进展吗？明白。不过根据目前的调查，没有发现沈小姐有任何的恋情迹象。知道了。沈薇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陆然，你给的光脑太酷了，比我在科幻电影里面看到的牛多了。这还只是领先地球50年的科技，在末世算是最低档的。你要想用，还有更酷的，下次再给你找。够用了。不过末世的技术跟你们现在的代差太大，你要是想用，得先找个技术大牛帮你破译底层代码。技术大牛？我认识的人里边好像没有专门搞这个的。沈小姐，哎，林特助，你认不认识什么特别厉害的技术大牛啊？能破译代码的那种？世界黑客大赛神秘冠军，16岁就血崩过3大操作系统测试版的传奇人物，被全球多家顶尖实验室私下称为幽灵架构师的本尊，就在你面前啊，沈小姐。沈小姐，我必须向你隆重介绍一位神秘人物，他就是周燕学长。学长，我正想找你呢，你最近在哪里？有空吗？我这儿有个特别棘手的活，就需要你这种特别厉害的大神才行。喂，学长，你可太神了，一晚上就搞定了。我正要跟你说呢，以我的技术根本就破译不了，一早上我就给你闪送过去了。不是学长，那会是谁啊？他怎么可能懂呢？沈小姐，这些是我们大少帮您破译的。我们大少可是有着幽灵架构师之称的大牛啊！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原来大神就在我身边啊！来，失敬失敬。这点小事而已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这个家没我得3，今日功德加1。大神，我想用它们做一款 VR 通讯眼镜。不仅能沉浸式通话，还能远程数据叠加，然后能远程协作。你觉得做出来要多久？很快。很快是多快？1周？1个月？该不会要1年吧？1天。啊？
裴恒果然装过头了，我就说怎么可能一天内做好？哦，应该是打电话来跟我说延期了吧？喂，你在我办公室等我吗？你怎么？你做好了？嗯。裴恒，真不错啊！沈小姐，您一句话，大少可是不眠不休，忙了一整夜呢。多嘴。谢谢你啊，裴恒。他现在应该不再崇拜那个什么废物学长了吧？这个眼镜问世之后，一定会卖断货的。到时候我就是妥妥的富婆了，点他100个男模。我再去试试。嗯。大少，您和沈小姐结婚的时候，我能不能做主桌啊？年终奖翻倍。耶！Hello， 看得到我吗？看得到，很清楚。没想到我们还有机会能够看到彼此。是啊，是啊。哎，小玉，你怎么看起来心事重重的？啊，宝君让我侍寝，我正烦着呢。侍寝？我有一个不太讲道义的问题。暴君他长得帅吗？给我们看看。啊！沈小姐一天都没出门，该不会是为了感谢你，给你准备了惊喜了吧？算他有良心。哇，宝贝，竟然是8块腹肌啊！我就是听说他在和谁通电话？查的时候也没发现他有什么喜欢的人。哎，会不会是他的那个学长？听说他上学的时候可是校草。我要他的全部资料。是。从生理学角度，理论上可行，但需要极强的体力和特殊的药物辅助。那我这小身板哪受得了啊？需要我给你寄一点末世特制的体能药剂吗？保证你第2天还能爬得起来。拜托，我是去攻略，不是去献祭。哼！大少，这是沈小姐那位学长所有的资料。就这？其实周燕在业界内评价挺高的，当然肯定不能跟您比。我看他是没吃过好的。看够了吗？你怎么突然开门啊？我以为是林柱特意来给我送文件。我的天哪，这身材！微微，你这吃的也太好了吧！8块腹肌，从背阔肌到腰臀比，确实属于极优的生理构造。下次交易可以用他的体检报告来换。原来他不是在和那个学长打电话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。所以你刚才是在和朋友们讨论我的身材？没有，他们是误会了。误会什么？误会我们还要做点什么？
我要先去睡觉了，晚安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谈合作啊？你不是要成为未来科技的第一大股东吗？我想听听你的详细方案。现在深夜还半裸，灵感来了，不分昼夜。还是说你想做点别的？我没有裸聊的癖好，还是明天吧。明天。明天见，大股东。说吧，你的筹码。相信你也看到了，我们的核心技术可以让你的未来科技成为全球第一大科技公司。这东西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这就是我最重要的条件。停止调查我，不问出处，不问来路，你只需要知道他们合法完成，可以立即投入研发。成交。合作愉快，裴总。合作愉快。裴先生考虑的如何？你要拿我们公司做白手套，可以答应，但我要的不仅是裴家掌权人的位置，我要让未来科技彻底消失，我要让裴恒永无翻身之日。这正是我们财团想要的。裴恒，我要亲手将你碾在脚下。大少，这些都是您今天的行程安排。哥，这么早就起来操心公司的事了，当心身体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来做什么？我来是想告诉你们，别白费力气了。米国商务部已经彻底将你们未来科技列入实体清单，全面封锁。你们的芯片、系统，甚至云服务，全断了。所以你们未来科技死定了。最多3个月，不，2个月，你们就会因为技术的断供和人员的流失彻底倒闭。你要主动把裴家掌权人的位置交给我，我或许给你留点面子，替你求情，让你体面退场。二少，看来是做好了十足的准备，要和我们打擂台了。不然呢？好，那你听好了，你和你背后那些见不得光的人，最好多做点准备，因为接下来我会让你们看着，你们所谓的封锁是多么的可笑。沈巍，你别太狂，你以为搭上裴恒就能翻身？他自身都难保。那我们就走着瞧。虽然光脑的底层代码已经破译，可复刻还需要一段时间。除非我们有一批现成的光脑，可以直接使用。第一批预售需要多少光脑？至少1万个。如果我能弄到呢？陆然，急，
我需要大量光脑，和你上次给我的一模一样那种，至少1万个。1万个？我上哪儿找1万个光脑呢？基地的前身是科研中心，那里说不定会有。可是要怎么把它引过来呢？哎，老大，我刚才出去看到陆然他们了。他们应该快饿死了吧？不是，他们活得好好的，还在吃火锅啊？怎么可能？我去看看。来，多吃点。他们真的在吃火锅，还是鸳鸯锅。老大，你也吃，要不要把他们端了？来，谢谢。能搞来这么多物资，看来他有点本事，不能贸然行动。回去召集兄弟们一起来。哎，我们是给你们送物资的。你们会有这么好心？哎，大家都是在末世嘛，互相照应一下比较好。哎，不过得麻烦你们去我们基地搬下物资，我们人手有限嘛。多谢了，走吧，我们搬物资去。走。等他们回来，可就什么都不剩了啊！还想偷我老家？我先偷你老家！真的有！微微，做好准备，10万台光脑即将到达战场。哼，你们上当了，傻叉！陆然，陆然，你给我等着！大少，沈小姐，不好了！裴行的知行科技发布了一款最新的超级 AI 手机，刚开始预售就已经破纪录了。我们已经知道了。我们知行科技的超级 AI 手机终会影响大夏进入第2纪元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牛了吧！已经开始预售了，我要去冲一波！冲！支持国货！至于那些只会模仿和堆砌的2流公司，终将会被时代淘汰。他们就是冲我们来的。大少，这几天我们的股票一直在跌，要不要发行我们的新产品？不急，让他们先抛砖，为我们的美誉造势。好嘞。哥，听说你们股票跌得挺惨的呀，需不需要弟弟我以市场价？哦不，看在兄弟的情分上，以净资产的价格来收购你们一些股份，替你们缓解一下压力。不劳费心。米国都对你们进行全面封锁了，你们还拿什么做新产品？可千万别用所谓老掉牙的折叠屏贴个新标签就叫做新产品，那可真是丢人现眼。裴行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会思考，会创造，不像某些东西，只有在主人扔骨头时才会兴奋的摇尾巴，以为汪汪叫几声就拥有了全世界吗？一个乡下长大的土包子，一个瘫痪了3年连自己公司都管不住的废物，懂得什么叫做高端科技？
懂得什么叫做全球产业链自主研发？我告诉你们，现在早就不是闭门造车的时代了。米国科技代表的就是顶尖，就是未来，跟着他们才有肉吃。哼，你们呢？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带着你们那可笑的自尊心，等着彻底被我碾碎吧。哈哈哈。别急，他现在笑得越凶，今晚脸就会被打得越肿。那就让他彻底记住这个教训。裴恒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负隅顽抗罢了。这一次他们输定了，他们根本不可能拿出比我们更厉害的产品。哼。蔚来科技发布领先全球50年的 VR 通讯眼镜。怎么可能？疯了，疯了！这不是产品，是外星科技，意念操控，全景沉浸，这根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竞争啊！家人们，如果说知行科技的超级手机是领先业界，那么蔚来科技的灵镜眼镜便是引领全球，这简直是技术的鸿沟啊！王牛联系方式。看来咱们的王炸效果不错。裴行他们现在是不是气得都要跳脚了？我们的超级手机遭到了大量退订，客服电话都已经被打爆了。你不是说他们不是对手吗？科技领先了50年，比你给我的技术先进了2倍不止。还不是因为你严重轻敌，导致我们误判。技术不会凭空出现，裴恒身边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源头。沈巍，是沈巍那个贱人。看来我是时候出马了。哦，对呀，你是裴恒的白月光，他惦记了你这么多年，只要你肯回去找他，他一定会心甘情愿的把核心技术交给你，顺便再去查一查沈巍到底是什么来路。阿恒，我们终于要见面了。敬裴总，敬沈小姐，敬我们所有人，我们做到了！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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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！这是专门给我准备的庆功礼物。让灵柱随便买的，不值什么钱。哎呀，这不是前2天在苏富比拍卖会上，大少专门为沈小姐花3个亿拍下的著名设计师 JD 的新作吗？3个亿！别听他瞎说，你带着玩。哎呀，这臭小子开窍了，就是这窍只开了一半，得让奶奶帮帮。阿恒啊，还不快给微微戴上！给我吧。对你太在乎，我还贪恋你温柔，等那晚你的回眸，让一个我在路口。我不是对手，街边的你已经很久，求你把我带走。真漂亮是吧？阿恒，我回来了。
你怎么来了？听闻未来科技的新品大获成功，我特意回国来恭喜你。这个死女人，不是3年前就出国了吗？当年害阿恒出车祸还不够吗？现在又回来干什么？老夫人，沈小姐可怎么办？大少可是从小就喜欢唐小姐啊！别说了。你好，我是唐英。阿恒应该跟你提过吧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是彼此最重要的人。小说的玩笑罢了。阿恒，没想到你还记得我最喜欢 JD 的设计。批发来的东西，裴总还是自己留着带吧。哎，微微，微微，哎，微微，微微，微微，姐姐，真巧啊！真晦气！你还不知道吧？裴大少新兼上的白月光今天回国了，人家可是国外顶尖大学毕业的，妥妥的高学历白富美。你拿什么跟别人比？说完了。还有，听说3年前就是因为得知他出国，裴大少一时接受不了，才出了车祸伤了腿。现在他回来了，姐姐你，你干什么？你脸上有苍蝇，嗡嗡叫，怪恶心的。沈巍，我就等着看你这个乡下来的土包子被裴家大少扫地出门。阿恒啊，阿恒，阿恒，你快来！哎呀，阿恒啊，微微搬走了。什么？哎呀，臭小子，快把微微给我追回来呀！好。哎呀，微微啊，快坐下吃饭了。哎呀，微微啊，今天这顿饭啊，全是阿恒亲自做的。他还会做饭啊？是啊，阿恒厨艺很好的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来看看您和阿恒。真没想到阿恒还记得我喜欢吃这些。我小时候挑食，阿恒就学着给我做饭，天天变着花样。那时候他还老把糖当盐放呢。这汤啊，得用小火慢炖好几个时辰，时间越久，味道才能醇厚。就像有些人和事，时间越久，才会记得越清楚，越会忘不掉。沈小姐，你说是吧？沈小姐别客气，多吃点啊。阿恒做的菜，外面可吃不到。看到这些菜，就让我想起我们小时候。小时候我们好像并不认识你吧？阿恒，唐小姐，请自重，我们好像并不熟吧？阿恒，我知道你生气我3年前不告而别，还害你分神出了车祸。3年前的那场车祸只是个意外，和你没有半分关系。唐小姐，我劝你不要自作多情。阿恒，看来你还是不肯原谅我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沈小姐，对不起。我回来之前，阿恒从来没有真正承认过其他女人。那天我只是跟以前一样，想和阿恒叙旧，没想到你会这么介意。唐小姐，你的茶艺不错，不过你误会了一件事情，我和他只是合作关系，你们的事与我无关。谁说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？
唐小姐，正式介绍一下，他是我喜欢的人，也是这么多年唯一一个。这么说明白了吗？你说什么？我和他也没有关系，我喜欢的是你。那天你走得太快，没有给我时间向你证明。臭小子，终于争气了一次。阿恒的话听到了吧？还不走吗？所以雷恒和你表白了，你也答应了？怪不得散发恋爱的酸臭味。哎呀，别光着说我了，你们最近怎么样？唉，姐妹们，你们快帮我出出主意吧。暴君他进了我的位分，按规矩今晚我得去侍寝了。我不想去啊！我的丹药或许能助你一臂之力，我能让暴君陷入幻觉，做春梦，以为真宠幸了你。真的吗，云清？哎呀，你真是太好了！没有你，我可怎么办呀？唉，也不知道我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炼丹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虽然现在当上了药王谷的谷主，但几个长老对我的科学炼丹法反对声音特别大，要毁了药王谷的千年根基。啊，任何变革都会遇到阻力的，尤其是挑战传统和固有认知的变革。只要你知道你的方向是对的，坚持下去，一定能改变他们的看法。那倒是，我会坚持下去的。陆然，快说说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我这边基地算是初步稳定了，收留那些老弱妇孺，让我感觉在这个绝望的世界，就像有了一个家，有了想要守护的人。但是在这个世界弱肉强食，已经容不下我们了。那我们就尝试着改变它，就让那些弱肉强食的变成和你们一样的人。是啊，陆然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们都是你的底气。哦，对了，薇薇，你的回礼我已经给你投送过去啦。谢了。我就觉得他不简单，原来他也有交易权。沈巍，万界交易权只会有我一个人拥有。等我拿到了未来科技的核心技术，你们就彻底出局了。手机呢？怎么了？我手机丢了。一部手机而已，我带你去买个新的。对我来说，那不仅仅是一部手机。帮我查一下沈巍的手机定位。走。怎么样？修好了吗？可以修复，但还需要些时间。多久？我已经找人加急修复了，但手机被毁得彻底，至少需要3天。对不起啊。我知道你尽力了，谢谢你，裴恒。他们3天联系不上我，不知道会不会担心，希望他们不会有事。诸位，经查实，云清所提倡的科学炼丹，实则是与魔道勾结。
他引入的异界邪气、诡异配方，皆是为了污染我们药王谷的灵脉，毁我千年根基。这枚从他的炼丹房搜出来的噬灵丹就是证据。动不了了，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看来是真的了。阴险，竟然用傀儡丹操控我，让我不能替自己争辩。云清，你身为谷主，竟敢私自勾结魔道，天理难容。今日我就要替天行道，清理门户，以正视听。微微救我！不可能！师兄，你忘了，我已非废灵根，武林相生，亦可相冲破障。你对我用的傀儡丹，控得了以前的我，控不住今日的我。诸位长老，义子，方才我受制于他，口不能言。现在，我来告诉你们真相：与魔道勾结，欲毁药王谷根基的，不是我，正是他。休得胡言！证据何在？证据？你方才所展示的噬灵丹，丹纹深处是否有一股极淡的幽冥血气？那便是魔道血魁宗的独家标记。而在你洞府密室的第3个暗匣中，还有你与血魁宗往来的传讯玉简和半部夺姬换脉秘录，你是否敢当众打开？云清说的是真的吗？妖言惑众！恼羞成怒就想杀人灭口，这不就更加证明心里有鬼吗？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也不知道微微他们3个怎么样了。你竟敢给朕下药，欺瞒于朕，逃避侍寝，当朕不敢杀你吗？微微，救命！情况不对，暴君要动真格的了。妾身谢陛下恩典。还好燕青给过我一颗保命假死丸。玉贵妃已伏诛，扔去乱葬岗。鬼呀鬼呀！鬼有鬼呀！有鬼啊！沿着前面的小门出去就安全了。你为何救我？因为你也救过我，明知我不是皇帝亲生的，但还是对我好的。你是宫里第一个啊！你不是皇帝亲生的？你不知道我是先皇之子。当年父皇看我年幼，不想我卷进夺位之争，便将我记在皇兄名下。先皇之子，该不会是那种手握仪仗，随时能夺嫡的先皇之子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看来大事很妙啊！主人，偷光我们物资的时候，没想到有今天吧？怎么办？
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，我们硬拼硬的话，根本不是对手啊！害怕了？微微、苏玉、云清，我们被包围了，对方人很多，我需要帮助。害怕了？陆然，出来受死吧！没办法了，你带人从西侧的小门溜出去，用我们剩下的那点燃料，把他们停在远处的运输车点了，动静闹大一点。好。万界交易群，那是什么？系统更新中1%，怎么在更新？正在重新连接外界信道，预计时间未知。啊！妈的，家被偷了，快回去！你给我等着！走。陆然，你真厉害啊！这次只是侥幸，不知道下次情况会怎么样。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一切去修复手机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。谢谢你。谢谢，总得有点表示吧。大少，石小姐，不好了！未来科技总部传来警报，有不明身份者潜入了核心研发数据区。哼，你们以为我的目的是那些表面上的数据？我的目的是藏在你们眼皮底下的秘密武器。哼。怎么了？如果对方真是高手，不可能轻易触发技术红外警报。调虎离山。对方的目标不是公司那些原始数据，而是家里已经破译完成，可以直接使用的光脑。分头行动，你去公司保护原始数据，我守家。果然是你，你反应还不慢啊！可惜你还是迟了一步。有了这个，我就能联合米国科技企业，发布一款真正的全球第一的产品，完成系统任务。系统任务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和你一样，有交易群的人。你也有交易群？不能留他一个人在这儿冒险。云城，难道之前针对未来科技的那些封锁，都是你和你背后的米国人搞的鬼？哼，还不算蠢啊！我不会让你把东西倒给米国。你，沈巍，你已经没有了金手指，你追不上我的。万界交易群更新完成，版本升级，新增功能加载中。微微，这是没时间解释了。唐英偷走了光脑，而且他也有交易群。如果光脑落入心术不正的人手里，他们制造的可就不只是商业产品，而是大规模武器了。帮我追上他。我这里有新炼成的缩地成分丹，服用3分钟之后，可循能量痕迹进行短距离瞬移追踪。谢了。大少，您看见了吧？沈小姐她会法术啊，要不我们去好好查一下她。不许查。可是老板，他是沈巍，这就够了。未来科技这一次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你怎么追来了？来。别挣扎了，
我的交易系统更新完毕了。这个是来自修仙世界的缴械符，像这种符，我还有一大沓呢。虽然没全部拿到，但这一半的数据足够我完成系统发布的第1阶段科技颠覆的任务了。沈妹，你别玩不起啊！输不起的是你们，你们拿到的光脑藏着一段反向追踪代码，你们传输的每一项数据都能证明技术是我们的。真以为我像你们一样只有金手指不懂技术吗？听我！啊！到底是谁阴谁？你留着和执法人员说吧。唐英、裴晴，你们涉嫌非法窃取商业机密，危害国家安全，配合调查。哼，沈巍，你动不了我。别忘了，我也有交易权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突然就想试一下姐妹新给我的隔空取物符。跟我们走吧。哼，还得是我姐妹厉害。那我呢？我就不厉害吗？微微，救命！宝具要杀我和九皇子，我们被囚禁了！大师兄余孽勾结魔道，围攻药王谷，宗门危在旦夕。我们基地的幸存者被绑架了，他们逼我交出空间戒指，我顶不住了。看来他们那边也遭遇了最终的决战，我得去帮他们。我陪你一起。姐妹们别怕，我们来了。真的好弟弟，好妃子，带着遗诏一起去死吧！云清，今日就是你和药王谷覆灭之日。勾结魔道，背信弃义，该死的人是你！夫人，这下你还有什么办法？还得是你们啊！居然想到用大力丸，这是什么超级暴走老太太？弱势的幸存者们竟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。末世，曙光1号基地前，陆然身着干练的戎装，在无数幸存者的欢呼声中站到最高处。九皇子登基为帝，身着龙袍，威严无比。苏玉头戴凤冠，身披华美朝服，与皇帝并肩接受百官朝拜，正式被册封为太后。她嘴角是释然与胜利的微笑。云清身着象征谷主的华丽袍服，缓缓走上最高处的谷主之位。他面前摆放的不再是传统丹炉，而是融合了科学与修仙文明的崭新设备。沈巍与裴恒携手，为象征着人类未来的新项目方舟揭幕。巨大的全息投影展现着宏伟的蓝图。台下是全球嘉宾和媒体，在众人热烈的掌声中，裴恒单膝跪地，为沈巍戴上钻戒。
两人幸福的相拥。一定要救我！Like it was yesterday, I still feel everything. Your blue eyes make me come undone. Wet hair shining like the sun. 这一世，我不再是孤身一人，我有携手一生的爱人，有跨越时空的挚友，更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璀璨未来。敬老娘，终于不用再卷了。哦，不对，应该是敬哀家。敬知识改变命运，敬科学修仙，敬永不熄灭的人性之光，敬新生。敬我们无所不能的未来。